福生无量天尊，道有慈悲。这一章我们要解读《道德经》第13章，还劳请诸位道友多多点赞和分享，一念随喜，功德无量。众所周知，古人论修身治世，常以身为本。所谓身，不仅是个体的生命体，更是人与外界发生一切关系的根本所在。到了老子这里，身的重要性被提到一个哲学的高度，并与宠辱贵患等外在事物密切关联，构成了他对人与社会关系最深层的反思。第13章开篇即言：“宠辱若惊，贵大患若身。”这句话看似简单，却是老子以极其凝练的语言，揭示了人对名誉与地位执着所带来的根本困扰。我们先来拆解“宠辱若惊”这句话。古人讲宠，往往指皇帝或上位者的恩赏，含有施予者地位更高的意味；辱则是地位的下降或名誉的丧失。在今天的语境中，我们可以理解为受到表扬或批评、被赏识或被贬低这些社会性评价。老子却指出，不论是宠还是辱，人们的反应竟都如临大敌，惊慌失措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人的内心对外在评价的依赖已经到了极度敏感的程度，乃至于心不能自主，性不能安定。接着老子解释道：“宠为下，得之若惊，失之若惊，是谓宠辱若惊。”这里为下有2个层次的含义。其一，接受宠本身即意味着处于被支配的位置，是一种依附性的存在。其二，得宠之后若惊，失宠之后也惊，说明宠辱之中蕴含着一种始终无法掌控的外力牵制。这种牵制感就是现代心理学所说的外控倾向，即一个人将自身价值建立在外界反馈之上，而失去了内在稳定性。老子紧接着提出第2层论述：贵大患若身。他先设问：何谓贵大患若身？然后自答曰：吾所以有大患者，为吾有身，即吾无身，吾有何患？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设问，释义结构既体现了逻辑推演的清晰，又使思想更具启发性。在这里，大患指的是人生中种种痛苦与烦恼，贵之人对其高度重视，而老子却一语道破：这些患根源都在于我们有身。这句话如果照字面理解，容易被曲解为身体是万恶之源，这显然不是老子的本意。这里的身更多指的是自我意识，以及人对自身存在的认同和执着。当一个人强烈地认定我是谁，我应该怎样，我必须赢，我不能输，那么从这个自我出发的一切欲望、分别、争夺也就应运而生。这就是有身的意义，不是仅仅拥有一个肉体，而是拥有一个强烈的我执，即无无身，无有何患。这句是老子的哲学高峰。他在这里并不是提倡逃避现实、摒弃身体，而是劝诫我们要突破对自我的执着。倘若一个人不再执着于我的界限，不再固守对身份、名利、评价的依附，那么原本那些被我们视为大患的外在事件，自然也就无足轻重了。这一思想与佛教中无我的观念可谓殊途同归，而从心理学角度看，也极其贴合自我分离与接纳承诺疗法中提到的主体意识解构法。正如现代心理学指出，真正的自由不是满足所有欲望，而是在面对不确定、痛苦或评价时能保持自我安住的能力。更深一层的洞见在于，老子并不否定身的价值。他最后说：故贵以身为天下，若可寄天下；爱以身为天下，若可托天下。这句话非常值得我们反复玩味。老子并未鼓励我们抛弃身体，轻视个体，而是在说，正因为身是烦恼之源，我们更应将它置于一个正当的位置，承担其应有的功能。
换句话说，如果一个人能真正看清身的本质，就能让这个身体成为一种容器，可以被天下所寄，可以为天下所托。寄与托两个字的使用极其精妙，既指暂时的依赖托付，强调了对权力的非占有态度；托则是信任之意，表达出对世人的慈悲与责任。这与庄子“忠诚物，以由心之语，有异曲同工之妙”。老子在这里明确指出，只有那些真正不以身作为权力工具，不以我作为判断标准的人，才能成为天下信赖的依靠。由此，我们可以看到第13章是一个承上启下的篇章，它既继承了前文对道的本质的探讨，也逐步将焦点转向人本身，即如何安顿个体的身与心。老子不是从天起的高度对人类发号施令，而是从最根本的自我出发，引导我们看清困扰的根源，并予以化解。尤其值得指出的是，这一章的思维方式体现出老子极为深邃的洞察。他并不否认现实的存在，也不鼓吹虚无的逃避，而是试图在有身与无患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。这种身可托而不知身的思维，就是道家所谓居其厚而不居其薄，以及根植现实而不为现实所奴役。我们再换个角度理解，宠辱若惊其实也是社会性评价对个体心灵的侵蚀。今天很多人之所以焦虑、抑郁、缺乏安全感，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将我是谁建立在他人的认可之上。一旦这种外部评价系统发生动摇，人的自我感也随之崩塌。而老子在2000多年前就洞察了这一点，提出以无身的觉悟对抗宠辱的恐惧，其先见之明可谓惊世骇俗。进一步推演下去，老子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内在自治的概念。当一个人能从有身的局限中超脱出来，不再把外在荣辱视作价值的全部，就具备了承担天下的资格。这不是一种外在权力的合法性来源，而是一种内在智慧的自然显现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老子才说若可寄天下，若可托天下。这句中的若字也尤为重要，它不是肯定句，而是一个审慎的假设，表示这并非一定发生，但具有可能性。这种谦逊的语言风格贯穿整个《道德经》，体现出老子对现实世界的深度尊重。今天我们读第13章，尤其在信息爆炸、舆论频繁反转的时代背景下，不禁要问：一个人如何才能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中保持内在稳定？答案可能正是老子所说的：要先安住自我，不为宠辱所动，不为得失所困，才能真正承担起自己的角色。无论是在家庭、职场还是公共事务之中，很多人误以为道家主张的是消极避世，其实恰恰相反。道家之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，而是去除有害的有为。真正的无身，不是放弃生命，而是放弃对生命的误解与执着。这种智慧放到今天依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，尤其对那些内卷焦虑中的年轻人而言，或许不失为一种自我重建的哲学入口。最后，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结。老子在本章指出，人对宠辱与患的惊惧，根源在于身，而突破的方法是放下我执，回归道。一旦如此，人不但可脱离困扰，还能成为天下所寄托的安稳之所。这种思想的伟大之处在于，它不是空泛的玄想，而是建立在人类真实困惑之上的深刻回应。然而，老子并未止步于此，他在下一章中将进一步探讨是非与善恶的根源问题，揭示人类评价体系的另一重盲点。宠辱之祸尚可由无身化解，但若评价本身错位，那人类文明的方向又将何去何从？这便是我们下一章将要展开的主题。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悟。
道德经的智慧应该被更多人看见。关注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